请弟弟跟我们新浪娱乐的网友打个招呼。Hello，新浪娱乐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鹤棣。那作为去年这个阅文 IP 盛典年度影响力 IP 演员这个荣誉获得者，今年再次来到这个盛会的感受如何？很亲切吧，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带着大凤来的，那会儿还是待播，然后这一次来的时候，大凤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已经播完也快1个多月了嘛，所以就感觉很亲切，而且这次来看到，我房间有阅文送给我的一些就是那个周边，然后里面也有许七安的这产品，就感觉啊，一下子感觉就是许七安的家这种感觉，虽然这个剧播完了，但是可能它的后续很多东西大家还是在看啊，包括比如说最近这个团综，然后大家发现你在密室里面的表现太可爱了，所以想知道你平时跟圈中好友会一起约着玩密室吗？很少，几乎不会啊，因为就自己确实也害怕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也少啊，所以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被大家发现了你这个胆子很小的这一面。就我也不是胆子小吧，我是真是就是怕黑，怕就是恐怖的氛围啊。想知道圈子中好友有没有谁比你更尖叫的？就当天晚上录团综的小伙伴们，就一个比一个叫的大声啊！就除了威子以外，其他所有人都叫的一个比一个大声啊。所以所有人挂在他后面是一个什么感受？没什么感受，就是唯一的一个坦，就是所以就跟着坦走嘛，你觉得自己有可能进化成坦吗？没有这个可能啊，因为我也不想去挑战成为坦这个可能啊。那你日常生活中是胆子比较大的人吗？就看其他方面吧，我觉得其他方面自己胆子还是算还可以的吧，就是像跳伞呀、蹦极呀，自己都有体验过，就在那方面就是胆子稍微大一些啊。极限运动爱好者，也不是爱好者吧，只是说那个敢于尝试，但是恐怖的氛围那个东西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害怕的东西啊。然后说到今天盛典，其实有聚集了很多的作家，所以有跟作家们就是交流一下嘛。那交流最多的还是卖报大大，就是我们大凤打更人的作者。今天下午他也来找我，因为之前在网上有说要互动拍大片嘛，所以今天下午就履行了这个拍大片的这个事情啊。怎么样？这个拿笔杆子的人今天拿起了相机。就是感觉卖报他很自信啊，然后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我需要你配合你摆出的 pose 啊什么的，他也说没有，就让我坐那儿就好了。当然最后的成片我还没有看到啊，然后我也给他拍了一拍，反正到时候大家可以品鉴一下啊，可以 PK 一下。那我们可以在微博就是蹲守一下了。所以就比如说出去跟朋友玩，然后他拍的照片你可能觉得不太满意，你会说吗？会啊，但是我觉得出去玩这种照片对我来说可能记录更重要一些吧，就是拍的好不好看对我来说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啊，就是那张照片那一瞬间记录在手机相册里面就好了。如果你跨界当作家的话，你会写本什么样的书呢？我会写一个，我估计我应该也是会写那种中二热血的这种主题的东西吧啊。那可能会起名叫什么？起名叫什么？没什么主题，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卖报大大同不同意我写个番外，打更人番外。他肯定同意，我们先帮他同意了。好，那说到今天活动是在新加坡举办嘛，其实不仅这个活动要走出国门，也希望我们的 IP 影响力可以出海。你觉得演员对于这个 IP 影响力出海可以发挥一些什么作用呢？那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来感受，就是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演好、诠释好自己的角色和完成好自己的作品，然后让更高质量的作品，然后带出海外，然后让海外的朋友们也看到，就是我们国内的优秀的作品。我觉得你最近就做了一件这个带领 IP 出海事，就是在跟库里交流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以许仙安这个角色跟他交流。对。当时怎么会想到用大凤来跟他交流？因为当时我和库里最早连线的时候，也正好是大凤在播初期，所以那会儿大凤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就是生活60%-70%都和大凤有关吧，就是每天追剧啊，然后在网上和大家互动啊，看大家对剧的反馈，就那会儿就满脑子都是大凤，然后和库里连线的时候。就想到说有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我就突然就想到说，可不可以让库里做一个打更人这个致敬的手势，就也算是一波文化输出吧啊。然后同时就是也让库里给我打了个扣，这种感觉就是蛮感谢他的。
那这次见到他，除了跟他聊这个许七安，还跟他聊了些什么？其实就聊当天的比赛吧，就我跟他说，我说希望你今天能赢得比赛的胜利，然后就是因为我是支持你们，我告诉他我是支持你们队的，就希望你们今天能胜利，然后比赛顺利这样。然后也看见，就是你拿到他的突签的时候，好像大家都说很嘚瑟，所以你那一刻心情怎么样？当然很开心很荣幸啊，就是能拿到库里的突签，而且因为我是看球的那个时候是看他和詹姆斯两人就是总决赛来来回回打了好几年的时候，我拿到他的突签的时候我就很感慨，就是说哇，没想到这两位就是超级巨星的突签同时被我收到了，或拥有者是这两位超级巨星的突签的拥有者，就感到很荣幸也很奇妙。就因为当初在那个手机上屏幕前看他们比赛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说能和他们有交流啊，能见到他们，或者说甚至根本不敢想有突签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两个珍贵的突签在家里面是怎么保存的？当然了，裱起来呀，挂起来，是挂在一起吗？目前库里的那个还没有挂，因为我还没有回家。老詹的那个是，反正已经是挂在我家最显眼的地方了。我觉得库里那个应该就挂在一起吧，啊。所以他们两位会一直当对手。其实没有，因为这次奥运会两人也是队友嘛，两人也是联手，然后也打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其实他们俩私下关系应该会非常好那种，但是我是作为观众，我是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俩的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对，就感觉这种名人之间交换突签是个很有趣的行为嘛。所以比如说圈中好友会跟你要突签吗？不会吧，我觉得互相应该也多奇怪啊！你说，比如说我要跟我一朋友要个签名照，要个突签，他肯定会觉得说你要送谁啊？肯定不会觉得是我自己想要这种，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跨界，因为像这种顶级的运动员也是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也是一种粉丝心态，就是拥有他们的突签这种。那你之前有在微博翻牌回答网友，就是说想拥有詹姆斯的天赋、双商和心态，那你觉得在娱乐圈闯荡，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前面我说这三个也挺受用于我自己的吧。然后我觉得在娱乐圈的，在我的工作里面，其实更多的需要是，专注在自己的角色和作品上。他最近其实也官宣了这个电影叫《星河入梦》，你在其中的角色可以给大家小小透露一下吗？预告片大家都有看，我那个角色叫徐天彪，然后也可以叫我彪哥，然后编号是 C91。最多也就说这么多了，不能再说了。对，预告里面还有就是大家看到可以，其实有很多的造型，有很多的主题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看你在微博上宣传，就是说梦里啥都有。梦里啥都有，看来是个很丰富的电影了。是。所以未来会多演电影吗？那有机会当然是非常愿意的了呀。就是，这事儿也不是我自己能说了算的，就希望各大导演、各大老板们能够递本子给我，那我当然是非常乐意去演的了。那这次对手演员是宋茜，因为之前也认识嘛，所以跟熟人演戏，这个感受如何？就感慨很奇妙吧，就是能和倩姐一块儿合作，然后我们最早是在一个节目上认识的，然后后来我们又合作了舞台，然后这次再到电影，很感慨这个缘分。还有我们还有桃花坞也在一起嘛，所以其实进组根本没有那个破冰或者说互相认识了解的那个过程，其实上来就是很熟悉的一个关系，然后创作的时候能让我们彼此投入在这个角色和剧情当中嘛。一起拍摄的时候也干劲十足的这种感觉啊。那太熟了，比如说一起演个什么对手戏、感情戏之类的，会笑场吗？其实不太会，因为就是我们的那个拍摄的这个叫什么现场氛围还是很那个严肃和任务很艰巨吧，算是，就是所以大家那一刻都是非常的专注和认真的。就是很专业的演员。对，但是其实如果在片场休息那种时候的话，我会经常会玩闹一下，然后我经常逗姐姐啊。对，我看见你们两个组合，我就想到你在这个节目上当着他的面唱《屋顶着火》的经典片段，所以这次都他唱了吗？这不用唱了吧，我们俩都唱上舞台了，还有什么好唱的呀？就是不是大家都说什么原告和原唱的和解嘛？对，就那个就已经是过去式了。但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还会聊到，就是当时在排练舞台的时候、演出的时候的一些回忆吧。那最近也在那个微博上看到你给这个哪吒2转发了嘛，所以有看这个电影吗？当然看了，很精彩。
非常好看啊，还想二刷啊。所以你自己最喜欢哪个角色？我当然喜欢哪吒呀，因为哪吒也算是一个就是这样热血可爱的这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这种，这句台词也非常爱嘛，所以我觉得在里面就哪吒那个角色是我最喜欢的。而我特想二刷一次那个 IMAX 厅，因为我后来听说 3D 的和 IMAX 的那个观影感受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如果看回去还有机会的话，就去二刷。哇，这个票房大爆款也有你出的一份力。是，也是一份子啊，也是一份子。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互动，有一个就是回答阅文作者提出的问题，然后是有2位作家，其实跟您提出的都差不多，叫纯九、连宝登和杨小荣，问的都是这个大奉打更人第2部什么时候出？这不，我也想啊，但这个不是我也不知道呀，这得看老板们的安排吧。对，我也是希望尽快能和大家见面。其实自己也想挺想再回到大奉的世界，继续延续许七安的故事的啊。好，谢谢弟弟，期待你这个新的电影。谢谢。